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这几天行情好，面具人看到大家赚钱，我很高兴。大家记住了我说的这句话，面具人看到大家赚钱，我很高兴。这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旋律。我相信很多炒币的人经常会在社区里面看到的一句话就是看到别人赚钱比我自己亏钱还难受，是不是？那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大家都知道面具人的节目是以讲赚钱为主的，对吧？嘿嘿，今天呢，因为中秋节嘛，咱们就不要讲得太功利了。我今天打算给大家讲点干货，讲讲人生经验，讲讲我自己的发财经验啊。很多老观众也是看着面具人我一步一步做大赚钱的，那我究竟是怎样做到今天的呢？哎，各位，嘿，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年轻到现在一路走来的一些成功经验。为什么有人就能赚到钱，而有些人折腾来折腾去，却怎么样都赚不到钱呢？嘿，为啥？相信你们完整的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对你们的人生成功会有莫大的帮助的。而且呢，我还想从各位，尤其是很多散户们呀、网友们对派币的态度来说一下，很多人为啥成功不了。说派币的话，其实两方面因素我都考虑了。有人觉得派币特别好，有人又觉得派币是垃圾，是骗子。哼，面具人，我今天依然是不站队啊，我只是站在商人的角度，从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方面，科学的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该如何对待事物的态度，这是决定你财富上限的秘籍。OK，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亏钱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没数字啊，因为我忘了说嘛。Anyway， 只要你们听到了或者没听到，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或者是没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以后咱们开奖就1周开1次，1周开7个人。我每天抽奖的话有点麻烦啊，还不如1周统一抽了呢。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穷人比富人多。哼，为啥？因为富人他各方面的因素是穷人不具备的啊！穷人想要变成富人非常的难。我相信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虽然有大佬，但我想有更多的想赚钱的人、缺钱的人是占大多数，对吧？那这些人就不算是富人吗？各位，如果你们觉得你不是很富有，来，请仔细观察你自己的周围，包括你自己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越穷的人越像螃蟹，大家喜欢互相钳制、拉扯。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好，却又觉得自己牛逼，但实际上呢，自己却什么事儿也没干成，自卑而自大的活着。看到谁过得好了，不服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也都知道国外生活好，很多人一听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出国了，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爽、嫉妒，甚至嘴上还会逞强说，哎呀，外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了，外国有疫情了，咋了，国外乱七八糟的，你看现在国内发展的这么好，出国干啥嘛，中国也挺好的。其实面具人我想说，当你追逐美好，你的生活才可能变美好。当你追逐嫉妒和仇恨，那你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各位，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类人他们的思维其实是非常容易站队的，要么 A， 要么 B， 而且是极端的排斥另外一种观点。他们看到谁比他强，谁比他过得好，打心眼里第一反应是不爽，是不服。
而不是觉得人家过得好，那才是真的好。哎，为他开心，为他高兴。有这种心理啊，无论是因为面子还是自卑啊，其实这种心态会阻碍你成功的，是阻碍你成功的关键。面具人，我是个多元化的人，我给很多老观众的印象是我这个人放荡粗俗，满嘴脏话。可是你们不知道，我的文化水平还不低呢，我的学识也不低呢，而且我在很多行业的行业经验也不浅。否则的话，我能做金融博主吗？我能做政治博主吗？你们从我的谈吐啊，排除掉我喜欢说脏话，我喜欢表现的比较流氓一点，但是我讲的内容可是比较有干货的，是不是？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表现的像很多金融博主、政治博主的那些点评员那样的一本正经的，这样那样的，看着很装逼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追求差异化，差异化也是我成功的基石。人云亦云，注定你这条路很难走通。我心里面很明白啊，我跟别人一样，有样学样，别人是个啥样子，我也是个啥样子，我能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人云亦云，注定我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我不如重新开辟一条自己的路，做我自己的风格，走我自己的路。当然了，在我走这条路之前，我肯定是深思熟虑过，有一定成功可能性的。对待事物，我有立场，但我也没立场。为啥？因为决定我立场的是利益。很多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并不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以情绪驱动的。情绪上感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昨天还给我一个老朋友，也是个博主留言了我谈到了一些有奴才思想的人。奴才思想啊，什么是奴才思想？那就是看上面的人立刻就跪了，看下面的人又觉得别人都是傻逼，而看自己的时候，觉得好得很。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也不愿意去进步一下啥的他也不愿意学习别人为啥比他强，但是呢，他又想依附着比他强的人去踩一踩比他弱的人。这种人呢，通常都是认为好好当个舔狗就能赚到钱，就有机会。其实面具人，我认为钱和人是绑定的，能赚到钱的人就是能赚到钱，赚不到钱的人，无论做牛做马做猪做狗始终是原地踏步，他就是赚不到钱，因为他本质的认知和格局已经把他限制死了。说简单点就是上进心、好奇心。很多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他的核心，他的这个人物的基石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改变，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并且他也觉得他自己好着呢。其实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人类自古以来的成功人士、历史伟人都具备的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好奇心。实不相瞒各位，面具人我是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可能有些大佬观众有些有江湖经验、社会经验的人，看我的行为，听我的言谈举止，应该是能听出来我不是那种贫穷家庭出身的。面具人我的老爹很有钱，我告诉你们，我经常是拿我爹当参照物我爹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有好奇心、很有创造力的，任何生意和机会他都会先不预设立场，都会先了解学习，然后呢再找路子，再适应一下自己的玩法。他想出了很多别人想不到的赚钱路子。但是呢，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钱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居功自傲了，觉得自己赚了很多钱已经很厉害了也不去学习，不去进步了，对别的东西的好奇心也没了。从那时他就逐渐的丧失好奇心和求知欲了，而也是从他丧失好奇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进步速度就很慢了，甚至原地踏步。明白了没？很多人他为啥成功不了，并不是说他是傻逼其实也可以说他是傻逼。为啥？因为他不愿意去观察别人，他不愿意去改进自己，他总觉得，或者说就没有这个意识总觉得
自己想的东西可能就是那样，就是对的，啊，别人谁说的啊，他都听不进去。要么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没有主见，别人说啥就是啥。这两种极端都对你成功是不可取的，啊。一说走极端，面具人我就想拿派币来举个例子啊。从去年到今年，有很多网友让我讲派币，哎，各位派友们可以给我作证啊。很多人给我提到派币的时候，我是不是并没有像其他的博主或者网友啊，一听到派币张口就说这个东西是骗子？当然了，我也没说它好，对不对？啊，我不说好不说坏，我只是客观的先了解。说实话嘛，派币能存在这么多年，弄了那么多的会员，全球都有会员，那肯定是有它的优势或者有它的一套的，也算是牛逼了。我对这个项目我是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了解的，啊，我对待新鲜的东西我不预设立场，啊，不管是什么 BB 机、手机、智能手机啊啥的，啊，如果是好东西，那它一定会起来，一定会改变你的认知。好与不好，其实我说的不算，对吧？我只能去了解，而且我很反感一上来就给别人下定性、贴标签、骂别人是骗子的人。我相信很多派友们也很反感这种人吧。其实这种人啊，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人就这样，好站队、走极端，人人都是文革红卫兵，要么呢就是极端支持，要么呢就是极端反对。说到这儿了啊，我刚才说过了，那些啊一听到派币就说是骗子的人，反过来看呢，很多派友也是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啊，先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极端的就说啊自己怎么好怎么好，急于证明自己啊。其实我觉得好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必要去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认知。面具人，我倡导大家理性思维啊。不管是你做派币这个项目，或者做其他的生意啊，你觉得好，你可以跟别人沟通，但是要注意方式，明白了没？如果别人不爱听、不想听，那是他的权利，那你也可以不讲，那也是你的权利，对吧？我知道很多人骂派友是骗子，是出于什么心态啊？我告诉你们，无非就是觉得啊，这些韭菜宁愿去玩一些什么所谓的骗子项目、垃圾项目、传销项目，也不跟着你自己玩，也不让你割，是不是？啊，心里面想着韭菜都跟别人跑了，没有到我这个韭菜田子，是不是心里很不爽？不爽就对了啊！哎嘿嘿嘿，人家就是不跟你玩，人家就想玩派币。而你自己又没能力把人家给洗脑洗过来，给拉过来，所以呢，哎，心里面就绝望嘛，就无能，哎，说不通就算了，干脆就直接骂派友们是骗子，对不对？其实各位，你们记住了，上等人捧人，下等人踩人。你们仔细看嘛，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那些大商人之间，有没有说互相动不动就骂人，互相就喷的？就算政见、政治体系再不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还是都要互相吹捧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只有底层人喜欢互斗、互相伤害，永远凝聚不起共识和力量，不懂团结，不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以为什么红卫兵就只能当红卫兵呢？上层的人都是国家领导人呢？为什么？原因就在这儿，认知不一样。你光把精力放在害人、骂人、坑人、互斗上面了，那你觉得你能进步吗？一个东西好与坏，先不要下定性，先去了解，先去研究，负责任的把它了解清楚了以后，就算你不做，你是不是也当是充实了自己的见识和经验了，对吧？一个东西它能做到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的会员，那他肯定是有他的两把刷子的，而你如果能学习这种东西，那对你的生意上、经验上、商业上是不是也有一定帮助的？这就是思维模式。面具人，我是特别喜欢观察别人，我不但喜欢观察成功的人，我也喜欢观察失败的人。我总是在观察这些人，然后呢再反思我自己。
我跟这些厉害的人相比较之下，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如他们？我跟这些失败的人相比一下，他们具备的一些劣根性，我有没有？我一天最喜欢的就是和我自己聊天啊，观察一下我自己，好的坏的我都观察，别人我也观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我完善自己了，我能力提升了，我就能多赚点钱，对吧？你们可以观察面具人我嘛，我从原来讲政治，我横冲直入，我就找到了我自己的风格，我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当时什么吴建民呀，这个陈秋实呀，东哥呀，很多讲政治的博主，当时的风头都被我盖过去了，是不是？后来呢，我又觉得讲政治太无聊了，我又开始讲金融。来，我一跳到金融圈里面，我也讲得很准，讲得很好。短短的不到1年时间内吧，我抓住了很多项目，而且也推出了很多传奇的项目，也带大家赚到钱了。我为什么能做到啊？这不就是因为我长期的原来20-30年的积累下来的东西厚积薄发了吗？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就擅长找路子，这些都是老观众一路看过来的，对不对？我学习从来没有停过啊，而且我也从来不吝啬于给别人赞美，去观察别人有多好，去观察我自己有多弱。承认自己弱不是一个坏事啊，可怕的是你自己是个傻逼，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傻逼，你还觉得你自己牛逼，明白了没？刚才说到哪儿了？对，说很多人喜欢说派币是骗子啊，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派币骗你啥了？你又不花钱，对吧？每天免费的在手机上点一点，他骗你啥了？再说很多派友们，他心里早就做好准备了，他心里面都这样想了，我反正没花钱，我就点一点，哪怕这东西以后玩不成了，我也不亏呀，对不对？就算这个项目倒了，那倒了就倒了嘛，反正我没花钱，对不对？你们这些个人在这哔哔哔说谁是骗子谁骗谁了嘛？骗你1毛钱了，对吧？那至于项目方利用这些人什么制造话题呀、搞流量呀，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你谁不服，你也投资个几百万、几千万做个平台，让大家伙过来免费点，手机挖矿呀、做广告呀、干啥的，邀请人注册会员呀啥的嘛。你掏钱，你做平台，来我们跟着你弄，行不行？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你没那个格局。那你没那格局，没那本事，你就别逼别人，虚心点学习着，行不行？而且你管那么宽干啥？人还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我一直在讲自由民主，那秉着自由民主的精神，人家派友们又不偷又不抢，人爱玩啥玩啥嘛，对吧？关你屌事呀！就算他们最后啥也没得到，人家项目方把钱赚了，把流量收割，人家项目方把钱赚了，把流量收割了，那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对吧？都是个人的选择嘛，而且没人在中间受损嘛，最多也就是损失一个时间嘛，对不对？而且这时间又不是说每天让你996，那就是闲了每天点个几分钟的事情嘛，对不对？面具人我也是特别愿意了解不同的东西，观察他们的优点缺点。我喜欢观察成功的人，为啥成功？我更喜欢观察一些 low 逼们是如何的 low 逼面具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你看我从做油管到现在我培养了不下好几个博主，不下3-5个吧，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些人狗咬吕洞宾嘛，这些人还不说我好，不记我好，过河拆桥。但是我依然是还在继续的培养新人，我觉得这个社会要发展，总得有人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是吧？那至于别人背叛我，别人日我狗，那是他的事情，我做个好人就行了嘛。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的格局打开，不要把自己绑死在一个小格局里面。如果说一件很小的事情你都要斤斤计较，那你怎么做大事嘛？所以我就想得很开那这样也同时锻炼了我的能力，遇到傻逼越多，那我就越不容易变成傻逼，对不对？被人坑的越多，那我就越不容易被人坑，吃一堑长一智嘛。而且你们要想一下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是骗子，你就觉得所有人是骗子。做事情啊，路子多得很。你们要以人脉和利益为出发点，每件事儿和每件事儿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和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的路，尤其是认知的路给堵死了。大家觉得我说的在理不？觉得在理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在理的请留言打2。如果你们听了我今天说的这些话，觉得有道理，能帮助到别人啊，你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点赞和分享啊，发送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好，最后再来说一下行情啊，今天9月10号了，这2天币圈的暴涨我是没跟上，一个呢是因为我生病不在状态啊，这1个月啊我基本上就是天天一把药一把药的吃着啊，身体一直不好。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最近确实有些保守啊，没有跟上操作，但是我也没啥损失。不过呢，我相信你们很多观众现在就会在想啊，前几天没跟上行情，那现在还可以进场不？怎么说呢？距离升级合并还剩5、6天的时间，那各位可以再想一下啊，已经涨了2天了、3天了，那币圈再连续往后涨个5、6天的概率高不高？啊，不高吧？从现在一路涨到15号、16号以太坊合并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有，但是比较低。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还有一种剧本是，从现在会震荡横盘到15号，为暴拉吸筹做铺垫，然后15号宣布合并大吉以后，再给一个暴拉，16号暴拉、17号暴拉都行，对吧？或者是16号宣布合并成功了暴拉，要么呢就是另外一个剧本，15号之前再来一个下杀波段，弄个极端行情，让庄家们利益最大化，对吧？那就是15号之前有可能跌，15、6号、17号再涨，那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就是15、6号直接给你爆冷门了嘛，黑天鹅了，合并之后还是跌。所以说，综合后面这3种可能性啊，横盘拉，或者是下跌拉，或者是横盘跌啊，那这3个概率加起来，怎么都超过了连续上涨到15号的情况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率学，你们可以分析嘛，觉得我说的在理不？不过呢，你们想追不想放弃，怕踏空也可以，控制好仓位止损，拼一把也是可以的啊。你把这个止损设好了，大不了你就亏3、5个点，对吧？说不定你还赚了呢。这就是一个操作的最基本的风险心态，明白了没？那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或者是有更及时的消息、入场机会，我会第一时间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如果你们想要学习更多的交易知识，包括获取最及时的点位消息，以及和我学习一些为人处事成功经验的话，改变自己的认知格局，尤其是改变其实成年人想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了，但是没办法这个社会一直在向前进步，你不改，你不变，那你就是被淘汰的。大部分人经过了从小的这种知识教育他的思维格局已经定性了，他很难改。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一直是被压制在底层，随波逐流的最真实的原因。能改的就会跳脱你这个圈子，改上个2、3年3日不见刮目相看，3年不见天地之别，明白了没？想要改变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52